这个洞穴诞生过多个世界洞潜记录，但也多次吞噬掉潜水员的性命。有2人的遗体直到今天还在里面，其中1位甚至已经被泡了整整70年。每个到这里潜水的人都会从他身边经过。这就是有名的法国丰特埃斯特拉马尔泉。上期我们刚刚讲过其中1起事故，这期呢我们就把剩下的7个讲完，同时也看看那些洞潜大神们是如何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创造世界纪录的。埃斯特拉马尔泉位于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小镇，它是世界第5深的天然虹吸管，里面的水温常年恒定在18度左右，为海水与地下水组成的混合咸水。1949年，人们对这个洞穴进行了首次探索。1955年，一些潜水员探索到了50米的深度。同时，这个洞穴有明确记载的第1起事故也出现了。1955年7月3日，一个影片摄制组进入该洞拍摄素材，可结束时却发现丢了一人，叫让·克洛德·吉特。他们赶快下去寻找，但搜遍了南北画廊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1956年，救援队又进行了一次长距离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直到1958年，另一支电影拍摄团队才发现了他。原来吉特在返回时误入了通往癌区画廊的一条狭窄通道，之后他就卡在一个竖井边溺水身亡。应吉特家人的要求，他的遗体被永远留在了原地。癌区画廊的3个出入口也被用水泥沙袋彻底封死。现在从南画廊经过时，还可以看见那些沙袋。到了70年代，法国潜水界的传奇人物克劳德·图鲁姆吉安用几年时间探索完了前1公里的洞穴群，最深时他下潜到了90米。1997年8月15日，希里尔·伯兰特又将这个深度扩大到了164米。2006年6月4日，帕斯卡尔·贝尔纳贝下潜至184米，但紧接着第2起事故就出现了。2008年5月27日下午2点左右，2名捷克人潜入埃斯特拉马尔洞，他们计划从北画廊进去，南画廊出来。这道环线并不长，深度也不大，但复杂程度却一点不低。其中1人可能是因为过度紧张，也可能是因为氧中毒，他在返回时突然癫痫发作，并很快溺水身亡。他的同伴尝试把他带出去，但没有成功。救援人员赶到后，才把他从水下37米处打捞上来。到了2012年5月25日，第3起洞潜事故发生。当天晚上9点左右，53岁的让·吕克·阿芒格与同伴来到埃斯特拉马尔洞。让·吕克是名消防员，同时也是一名洞潜高手。不知为何，当晚他决定独自潜水，同伴留在岸边等候。下去时，他使用的是密闭式循环呼吸机。到了晚上12点，同伴看吕克始终没有上来，就报了警。救援人员刚一入水，就发现池塘底部有灯光，深度大约为6米左右。等他们游近时，发现让·吕克正安静地趴在那里，只不过他早已死去多时。从状态和剩余的气体推测，让·吕克很可能是在减压时因为高碳酸血症死去。因为警方没有发布调查报告，所以真实原因并不清楚。但这2起事故并未打消洞潜爱好者们的探险热情。2013年7月，加泰罗尼亚潜水员乔迪耶尔拉在埃斯特拉马尔洞下潜至191米，并在那里发现一个较大空间。后来，这个空间被命名为乔迪的房间。仅仅几天后，泽维尔·门尼斯库斯又将该洞的下潜记录拓展至192米，并发现下方有一个落差极大的悬崖。1个月后，泽维尔在一支大型国际团队的协助下，在这个悬崖内下潜了50米，最大深度达到248米。经过2年的准备后，泽维尔又一次进入这个悬崖探索。这次他终于到达了底部，深度为262米。从那里开始，通道不再向下，而是变成了水平状。泽维尔原本还想继续探索，但接连出现的几起事故打断了他的计划。2016年1月23日，一名50岁的潜水员在洞内突然出现心肺衰竭，同伴没有选择离开，而是试图把他拖出洞穴。岸上的亲属看2人迟迟没有出来，就报了警。救援人员赶到后，在35米深的一条隧道找到了他们。随后2人都被带出洞穴，并送往医院治疗。最后，心肺衰竭的男子不治身亡，他的同伴则在高压舱治疗一段时间后完全康复。警方称，事故的根源是这2人携带的气体不适合洞潜，导致遇难者在水下诱发心脏病。2017年6月10日，第5起事故出现，也是我们上期讲过的。芬兰人马尔库和帕克下潜到该洞水下200米处，在返回时，马尔库的推进器突然爆裂进水，接着他又被引绳缠绕，导致他的恐慌情绪越来越严重，最终他因2氧化碳中毒死在了里面。遗体在234米处被人找到，可因为打捞难度过大，马尔库也被永远留在了洞内，他的遗体就封在那片区域的一条岔洞内。2018年6月28日，比利时特技演员马克·斯鲁斯尼在挑战125米的深度时也出事了，跟前面所有的事故一样，他们去的时候也是一切顺利，可返回时，马克与同伴之间的安全绳突然断裂，
马克坠向了洞穴深处，同伴则独自上浮求救。可因为事故地点深度太大，搜寻工作极其困难，官方在征得马克家属的同意后，决定把他也留在洞内。可到了7月9日，法国洞穴救援组织 SSF 又准备把他打捞上来，但没想到悲剧又出现了。46岁的救援潜水员洛朗·鲁谢特与同伴在125米处发现了马克的遗体，两人准备返回水面汇报。结果上升到70米时，洛朗突然感到身体不适，然后昏迷。尽管潜伴和支援潜水员立刻展开全力营救，但洛朗还是不幸死去，打捞马克遗体的行动也因此停止。2个月后 ，SSF 又进行了第3次打捞，马克的遗体终于被拖出洞穴。这一连串的事故导致泽维尔的勘探工作直接停滞了4年之久。2019年6月，德维尔终于能够继续自己的计划，他将上次探索的262米处的水平通道往右又推进了50米，最后到达一个新的悬崖边缘。泽维尔给这条水平通道命名为苏巴巴画廊，以纪念刚刚去世的救援潜水员洛朗·鲁谢特。当年的12月30日，泽维尔又将该洞地图点亮至水下286米，他也因此打破努诺戈麦斯创造并保持了23年的283米的世界纪录。泽维尔给新发现的通道命名为男人井，但没想到洞内又出事了。2023年7月19日，一位63岁的洞潜爱好者跟同伴下潜到水下30米处游玩，可在上升的过程中，他也突然失去意识，然后溺水身亡。原因没有公布，但很有可能还是 CCR 的问题。埃斯特拉马尔洞内有明确记载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8人，其中有1多半都是跟二氧化碳中毒有关。但紧接着2项世界纪录也在这个洞穴内诞生了。2023年11月3日，法国马赛潜水员弗雷德里克·斯维琴斯基将埃斯特拉马尔洞的深度延长到了308米，他超越泽维尔，创造了新的世界洞潜纪录，但这个纪录他只保持了2个月。2024年1月6日，泽维尔第6次对该洞展开探索。他在深层氦氧系统、Jockey 双 CCR 2台推进器以及11名团队成员的协助下，以18分30秒的时间到达了312.1米的深度，世界洞潜纪录再次被刷新，并一直保持到了今天。已经56岁的泽维尔在随后表示：“我已经答应我的家人，以后不再尝试更大深度的潜水了。未来我会把更多时间花在讲座和培训上。”这也让我想起了韩挺在去世前说的话。他说，如果能突破300米，那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大深度洞潜。未来他想把精力更多放在水下科研和教学项目上。但可惜的是，2个人的结局完全不同。这就是洞潜，魅力与风险都很高的一项极限运动。洞潜的意义其实远超休闲娱乐范畴，它是连接科学、历史与极限挑战的桥梁。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其价值应通过专业团队的研究和记录间接实现，而非亲身涉险。正如洞穴潜水界的名言，目标是走得更远，而非死于尝试。只有在严格的技术训练、充足的准备和敬畏自然的前提下，这项运动才能真正的造福人类。好了，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